Hello Hello， 耳机里、屏幕前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杨，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有点沉重，但很多人都会经历的话题：遭遇背叛后，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？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曾经无比信任的人突然做出了伤害你的事，你掏心掏肺对待的关系，最后却被辜负、被欺骗、被背叛。可能是爱情里的变心，可能是友情里的算计，也可能是亲情里的忽视与利用。那种感觉就像心里突然被掏空了一块，世界好像都变得不真实了。你会怀疑，会痛苦，会失眠，会反复回想细节，甚至会忍不住责怪自己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？是不是我太傻？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，才会换来这样的结果？我收到过很多听众的留言，有人说被背叛之后，好长时间都走不出来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一安静下来就掉眼泪。有人说再也不敢相信任何人，把自己紧紧封闭起来。还有人说，明明是对方的错，可自己却一直在内耗，活得比犯错的人还要痛苦。我特别懂这种感受，因为被背叛最伤人的，从来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信任的崩塌。你曾经毫无保留地相信一个人，最后却发现这份信任成了伤害自己的武器。但今天，青青杨想认真地告诉你，遭遇背叛从来都不是你的错。你值得被好好对待，你也一定能走出来。这一期节目，我不想讲大道理，只想安安静静陪你聊一聊，当我们遭遇背叛、陷入痛苦的时候，到底该如何一步一步把自己调整回来，重新找回平静，找回力量，找回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。内容有点长，我们慢慢说，你也慢慢听。首先，我想告诉你的第一句话是：允许自己难过，不要逼自己立刻好起来。很多人在被背叛之后，会强迫自己坚强，告诉自己不准哭，不准软弱，要快点放下。可越是压抑，情绪反而越汹涌。其实难过、委屈、愤怒、崩溃，全都非常正常。被伤害了就是会痛，被辜负了就是会难过。这不是脆弱，这是你真心付出过的证明。你不用逼自己立刻原谅，不用逼自己立刻释怀，更不用逼自己马上变成没事人。你可以哭，可以发呆，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可以允许自己有一段低能量的时间。就像伤口流血了，你不能立刻让它愈合，你需要先止血，先清理，再慢慢结痂。情绪也是一样，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一点空间，不批判，不指责，不强迫，安安静静陪着那个受伤的自己。你要知道，允许情绪流动就是疗愈的第一步。接下来我想说第二点，停止自我攻击，别把别人的错背在自己身上。这是遭遇背叛后最伤人也最常见的内耗。我们总会忍不住想，如果我当时再懂事一点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？如果我再优秀一点，对方就不会背叛我了吧？是不是我太信任别人，太天真才会被骗？我想非常认真地告诉你，背叛的唯一原因是背叛者的人品、选择和底线，和你好不好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再好，也有人不珍惜；你再真诚，也有人会欺骗；你再完美，也挡不住别人想伤害你。错的是那个选择背叛、选择欺骗、选择辜负你的人，不是你。你不用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不用拿别人的恶来否定自己的好。你值得信任，值得被爱，值得被好好对待，这一点从来不会因为别人的伤害而改变。从今天起，把那句是不是我不好换成一句是他不配，是他错了。停止自我攻击，你才能真正开始走出来。第三点，主动切断反复刺激源，保护自己的情绪边界。很多人走不出来，不是因为放不下，而是因为一直在反复回看伤口。比如忍不住去看对方的动态，去打听对方的消息，去反复回想过去的细节，去追问为什么、凭什么。每一次回看都是在把伤口重新撕开一次，每一次追问都是在给自己增加一次痛苦。遭遇背叛之后，最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保护自己。
如果一段关系已经伤害到你，那就勇敢地拉开距离，减少联系，不视奸，不追问，不解释，不纠缠。你不需要一个道歉，不需要一个理由，更不需要一个说法来治愈自己。你需要的是不再让那个人、那件事继续消耗你。沉默、远离、退出，不是认输，而是你对自己最大的保护。你要记住，真正的放下不是原谅，而是不再在意。第4点，把向外求的注意力收回来，放在自己身上。被背叛之后，我们很容易把所有能量都放在对方怎么样、关系怎么样上，却忘了最该照顾的人是我们自己。从现在开始，试着做一件事，把重心挪回自己身上。他会不会后悔？不重要。他过得好不好？不重要。他以后会怎样？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过得好不好？你开不开心？你有没有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照顾自己？你可以去做一些能让自己找回掌控感的小事，好好睡一觉，好好吃一顿饭，去散散步，去运动出汗，去收拾房间，去看一部喜欢的电影，去和真正爱你的人待在一起。你也可以允许自己自私一点，不想回的消息不回，不想见的人不见，不想忍的情绪不忍。你会慢慢发现，当你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，你的痛苦会一点点减轻，你的力量会一点点回来。因为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，而是你重新爱自己的行动。第5点，允许世界不完美，但别放弃相信美好。遭遇背叛最可怕的后果，不是痛苦一阵子，而是从此封闭自己，再也不敢相信任何人。很多人被伤害之后，会觉得所有人都不可信，所有关系都不可靠，真心一定会被辜负，于是把心门关上，不再付出，不再信任，不再期待。可这样保护自己的同时，也把所有温暖、美好、真诚的关系都挡在了门外。我想告诉你，世界上确实有坏人，有背叛，有欺骗，但也一定有真心，有忠诚，有珍惜。一次被伤害，不代表一辈子都会被伤害。一个人辜负你，不代表所有人都会辜负你。你可以变得谨慎，可以学会保护自己，可以慢慢观察，慢慢相信，但不要因为一个错的人，就关上对整个世界的善意。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冷漠，而是看过人心复杂，依然愿意选择真诚；受过伤害，依然愿意相信美好。你值得被好好对待，也一定会遇到真正珍惜你的人。第6点，给自己一个重建期，允许自己慢慢来。疗愈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，不是今天难过，明天就好了。它可能是今天好一点，明天又突然崩溃；今天想通了，明天又陷进去，这都非常正常。你不用因为情绪反复就责怪自己，不用因为还没走出来就焦虑。Healing is not linear。疗愈是允许反复，允许脆弱，允许慢慢来。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小小的目标，今天比昨天少难过1分钟，今天比昨天多吃一口饭，今天比昨天多睡1小时，今天比昨天少想一次那件事，一点点，一小步就够了。时间不会治愈一切，但时间加上你对自己的爱，一定会治愈你。最后，青青阳想对你说一段心里话：遭遇背叛真的很痛，真的很委屈，真的很不公平。我知道你很难，我知道你撑得很累，我知道你无数次在深夜里偷偷难过，但我也想让你相信，这一段黑暗只是你人生里很小的一段路，不是终点。你会痛，会哭，会迷茫，但你不会一直这样。你会慢慢走出来，慢慢放下，慢慢原谅，慢慢变得更强大，更清醒，更懂得爱自己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坚强。原来熬过黑暗之后，你会迎来更明亮的光。原来那些打不倒你的，最终都会让你更强大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愿你不困于过去，不忧于未来，好好爱自己，好好生活。愿你守住真心，也守住锋芒。愿你相信美好，也懂得自保。愿你再也不被辜负，永远被温柔以待。
不管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，都请你一定记得，你很好，你值得，你一定会走过去。好啦，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。我是青青杨，一直在这里陪着你。如果你正经历痛苦，别硬扛，你可以慢慢说，我会慢慢听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，拜拜。